留着他傍身。以后还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不会再麻烦你，这次是最后一次。是我连累了阿伟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对不起。大家都为人父母，好好照顾你儿子。走吧。七哥，七哥，季长荣，你带我孩子去哪里了？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他们现在很安全，还住在5星级酒店。如果你发疯的话，我就不敢保证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是不是想杀了我报仇啊？别以为我没想过，你居然想杀我！可惜老天无眼，没杀死你。因为我拜神都啊！
我会遭报应的。老魏就遭报应了。我现在大发慈悲，让你在这里好好反省，反省到我满意了，就给你一条生路，明白吗？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这里是个荒岛，就算你能逃出这个门，跳进海里也是喂鲨鱼。你乖乖听话，你的孩子就白白胖胖。信南七长荣，承蒙关二哥保佑，大难不死。今天金猪顶礼酬神，答谢神恩，祈求关二哥继续保佑，旧城邦长虹长荣，人强马壮，独霸一方。哇，这么热闹！长荣，这位是黄潇议员，他特地过来参观一下旧城区。欢迎欢迎。旧城区的治安真这么差吗？就算差，也是我们旧城区自己的事情。解决问题有很多方法，最好是以和为贵，和气生财。别傻了，最重要是够凶，不凶怎么当话事人？七哥，听说这个伤差点要了你的命，不过正所谓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什么意思？你是旧城帮的老大，如果让你带领发展旧城区，到时候我就做你的后夫。没错，旧城帮我是老大，但是旧城区最大的地主是陈叔公。你试试挖他一块砖头，他能跟你拼命。靠那些老人家就完蛋了，他们怎么会破旧立新呢？旧城区这饼就这么大，能养多少人？你不把它推倒了，重新再来，那块饼不会变大的。黑社会也讲究利益分配，现在这个年代也不可能打打杀杀的。七哥，你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你也想做一些能上得了台面的事。七哥，如果可以改变旧城区的土地用途，把它发展成商住娱乐一体化，到时候七哥你就是地产大亨，总比拿土地来养牛喂蚊子好吧？不是不行，是不可能。我是旧城区的人，要我出卖旧城区，我就是叛徒。说得好，我最喜欢跟七哥你这一类这么讲义气的人做朋友。他每天不是回家就是回总部，没活动没应酬。不过最近事情比较多，就是一天去2次医院探病。探望谁？一个专门从屯城过来做手术的男人，叫刘猫。刘猫。手术成不成功？人死了没？没死，手术成功。继续跟。我要知道石之阳到底查到多少线索。OK。手术效果比预期好，休息几天就可以下床了。谢谢你，医生。恭喜你，猫哥，气色真的好了很多。要谢谢你啊，石头，劝我做手术，要不然我已经死在家里了。唉，要我说，你肯定是真心悔过，肯替木棚区讨回公道，所以老天都帮你。猫哥，现在你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，谁给你的封口费，谁是真凶，所以你是一个很重要的证人。你愿不愿意出庭作证？但是，我怕我不认得他们。没关系的，到时候记得什么说什么，让法官来判。只要能发案，警方就可以出师有名，去抓那2个真凶。高大的那个男人和请中间人付你封口费的老外。好吧。辛苦了。
喂，喂，萱萱，我在买水果呢。不用了，我家水管爆了，我叫了师傅来修，他说整面墙拆了才可以修啊，所以你最近先别过来了。那你来我家啊？不行啊，今晚有事要做，来不了啊。刘猫的事吗？哎，这件事就急不来的，等他病情好点再说吧。喂，我跟你说了，先工作，拜拜。怎么了，大 Sir？今天心事重重的。有人想翻虎岩木棚区的旧账。翻旧账啊！虎岩木棚区是土地发展的第一区，我们把一块烂地变成现在的博彩旅游旺区。第二局马上开局了，只要旧城区收地成功，我马上动工。我很有信心，会打造第二次的经济奇迹。大 Sir， 第一次你也有份的，论功行赏。第二次如果你想分一杯羹的话，就看你有多大贡献了。飞沙走石，清除障碍，包在我身上。干杯 ！Cheers！ 当年我和吕彪一起加入到虎岩纵火案的专案小组，没有打架嘛。但吕彪跟他是好朋友。听说吕彪很早就退休了，后来开了一家桑拿店。谢谢你啊，胖哥。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。都找过了没找到啊？那他能去哪儿？你的朋友不见了，我们找了整个医院都找不到他。什么事啊？刘茂失踪了。啊！我想我要离开一段时间，我们暂时别联系。你千万不要牵扯这件事。他们要对付你。反正你要小心大家嘛。如果刘茂真的被他灭口的话，就意味着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那你呢？我还认识一个证人。如果能找到他的话，我还有信心可以抓到大家妈。你小心一点啊。行了，放心吧，处理完我就来找你。啊，回去吧。放心吧，我是石志尧，有谁敢动我？回去吧。打给我。OK。Madam，医院监控录像视频全都拿回来了。Madam， 我们再看监控视频了，但是真的太多了。整个医院加起来有50多个监控。是啊，所以我们真的人手不足。先看着。Yes, Madam。吕彪。啊！
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送你去医院。陶轩，你找人去医院拿了监控录像回来看吗？是。你不是说秦玉有不在场证据了吗？是。那你还查什么？我们可不可以不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个问题？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讨论 ？Madam， 有警员在长运街遇袭重伤。谁啊？石 Sir。死者是被利器刺穿脾脏，导致主动脉破裂，造成大量出血，在1分钟之内就能致人于死地。顺便，我要去现场看看。哎，胡子，案发现场在哪儿？跟我来。 有没有人看到凶手？一名男性疑凶已经抓到。哪个警署负责？总部已经接手了。
什么要封锁他的房子？他是受害人，不是嫌疑犯啊！我们也是按命令做事，在完成调查之前，严禁任何人进入现场。我要进去看看。Madam， 让我进去看看！放心，我进去。放心，为什么你不要为难我？进去看看。放心，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OK。来，只有吃饱了，才有力气可以打仗，啊？石之阳到底在干嘛？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你早料到他会出事。我朋友打来的。喂，阿聪，怎么样？哦。好，谢谢你，阿聪，我再打给你。唐雪，你要冷静点，听我说。我朋友看过口供，他说那个疑犯是个毒贩，抓他的时候在他身上搜到的凶器，经过法医初步的鉴定，与石之阳身上所造成的致命伤口是吻合的。另外，根据这个疑犯的口供，他说因为和石之阳分赃不均发生冲突，所以才会错手杀人，造成意外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事？我也不信呐，但是我知道现在让你憋在心里确实非常非常的辛苦。不过我想告诉你，唐轩，这件事你一定要冷静了才可以解决。OK， 哎，照顾你姐姐，啊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刚拿到的这个案子，我看过这份起诉书，有足够证据起诉，你来审最合适。不知道院长有没有什么特别指引？我哪敢呢？多说一句，我都担心会妨碍司法公正。这种事，你比我经验丰富。现在这案子呢，全城瞩目，最适合修补形象。你好好把握机会。对了，这个疑犯呢也承认了是杀韩刚的凶手。有问题啊？没有。秦法官，黄议员来了，说想找你。秦法官，不好意思，没有提前跟你预约，希望不妨碍你工作。进来说。好。韩烈那边虽然帮你解决了，但这个 Madam 好像盯着你不放。坚持是他的优点，要起诉就要讲证据。但我认为，如果用一个案子可以解决掉所有问题的话，就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如果把误杀和贩毒两罪同期执行，石志阳这个案子最高判刑不超过15年，但韩刚那个是谋杀案，最高刑期要25年。是不是因为秦法官的儿子正在坐牢，所以你对那些囚犯特别有同情心呢？
其实25年和25个月都一样，这是他们的选择。同样，这也是你的选择。不妨碍你工作。唐轩，石志阳的女朋友，怎么看？她是虎坚的徒弟，跟那个牛皮灯笼一样，怎么说都不管用。你觉得他知道多少？按照他的性格，如果让他知道，一定会爆出来，不会这么安静的。这案子审完之前，还是安全一点比较好。石志阳的案子发生后，你一直在放假，是时候销假回去工作了。被杀的那位高级警务人员，传闻与毒贩分赃不均，请问有什么回应？案子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，现阶段不适合做出任何评论。但警队是一个执法部门，长久以来遵从廉洁自首，秉持公义的核心价值，绝对不允许执法犯法。这鬼在装人说人话，你能听得进去？那你来告诉我，什么是事实？大家妈杀人灭口，然后冤枉石志阳，这个就是事实。大家妈他是总警司，你这个指控是非常严重的。人都已经死了，还要这样冤枉他？头 ，Madam， 内部调查科古 Sir 说有事找你。Sir， 请问这次又是什么理由？我们在石志阳的家里找到一个手提包，是属于唐督察的，在里面我们找到一些毒品。我们已经证实了，那些毒品，他还想冤枉多少个人？与杀死石志阳凶手身上找到的那些是同一批货，所以我们想找唐督察回去协助调查。这是逮捕令，是总部直接下的指令，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。我们会全力配合，但是别让大家为难。要不要戴上手铐，顾 Sir？为什么要隐瞒和石志阳之间的关系？和谁在一起是我的隐私，哪条法律规定我一定要公开？我们在石志阳家里找到你的手提包，包里又找到毒品和钱，你又怎么解释呢？我说过很多次，那个包是我的，里面的东西全部都不是我的。让他听一下口供。韩奎龙坐牢，韩立又管不好生意，石志阳就利用他情报科的情报，吞了很多韩家的货。后来他知道韩刚醒了，就逼我去杀韩刚，他要韩家永远无法翻身。这件事跟韩刚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会不会太荒谬了？这个就要问你了。总之，你不配合的话，我会一直不停地问，直到有答案为止。控方还有没有补充证据可以拿上来？法官大人，这一份是我们控方最新的证据。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？警方再次深入调查，发现被告跟旧城区有关，控方采取了几份新的口供，在第5页。石志阳的案子已开庭审理，现在我们给你坦白的机会，你不珍惜，一定会后悔的。证据已经看过了，被告，你有没有补充的？法官大人，我当事人希望亲自陈述案件的背景，相信对量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，恳请批准。批准。
法官大人，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，他逼我杀人，又逼我交钱，还逼我交货。他是警察，职位很高，我真的被他逼得走投无路了。还有那时候，那是我一说散伙，他就马上跟我翻脸，说用谋杀罪、贩毒罪来抓我，这不就是过河拆桥吗？我很害怕，我反抗也是被逼的。你别装了，以你跟石志阳的关系，早就已经跟他同流合污了，是不是？当时他有把枪，我拿刀是想自卫。我完全没想到，我们拉扯的时候就刺进他身体。法官大人，我真不是故意杀他的。控方，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？没有了，法官大人。先喝点水吧。石志阳收黑钱已经证据确凿，而且人已经死了。你不值得为了他一个人顶罪。本案证据条理清晰，控方提出误杀石志阳和谋杀韩刚2项罪名，被告也坦白承认。考虑到被告犯案的时候受到警务人员的威胁，根据刑典法第128条相关的规定，被告被判12年有期徒刑。另外，与本案相关的警务人员石志阳利用职权进行犯罪勾当，表证成立，但其已经死亡。根据相关的规定，不予以追究法律责任。退庭。胡 Sir， 给你15分钟时间。谢谢你。你怎么样？那石志阳的案子已经判了，凶手判刑12年。石志阳他利用职权进行了犯罪勾当。喂，你信不信他是黑警？重要吗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把你救出去。出去，我还是不是警察？你怎么了？我认识的唐轩，他不会像你现在这样，他永远不会放弃。石志阳到底侵害了哪一个人的利益呀？大家妈？他知道大家妈在一个纵火案当中妨碍司法公正。有没有证据？之前有一个证人，他失踪了，应该也凶多吉少。如果动用到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去毁尸灭迹，也就是说这件事大家妈他很忌讳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拿这件事情跟大家妈赌一把。赌什么？赌放你出去啊！你是不是很喜欢留在这里让他折磨你啊？嗯？
Happy Happy！ 过来过来过来！啊，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！干杯！来干杯！快点吃东西！哇，喝到肚子都胀了。再喝点。哎，胡 Sir， 哇，好热闹啊！大 Sir， 什么事值得这么高兴？稀客啊，老胡，来这里干什么？要不要跟老婆备案？不然回到家里要跪搓衣板了。大 Sir， 我想单独跟你聊两句。有什么是他们不能一起听的？你聊，我聊。撩你干的坏事哦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也无所谓。你说什么？你撩，我聊，你千万别后悔。走，大家走，去隔壁房间玩。别再来这一套，有啤酒放。唐轩呢？他跟我说，他说石志阳生前有一份秘密文件交给了他的一位律师朋友。我今天就找到了这位律师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石志阳呢已经被定性为黑警，他所有的东西很可能牵涉到严重犯罪，私自管有的话，更会被视为是同谋。他一听到就很害怕，非常自觉地把那份秘密文件交了出来。在哪里？给我看看。不用着急。你是想跟我谈条件是吧？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搭档的时候，你经常会说，多少筹码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要押对才行。当年你肯听我劝，你今天起码也是个警司了。以前的事现在说也没意义，对吧？所以我现在往前看。今天我决定把这个筹码压在你身上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以前真的有很多事想都想不通，现在我才觉得这根本就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实际利益。那你打算用这筹码赢多少倍？实话实说，我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有很大杀伤力的证据，还是你看完之后就会随便扔进垃圾桶的废纸。不过我在想，既然石志阳他的案子已经判了，唐轩唯一知道的事也全都告诉我了。如果这份文件真的有用的话，你把唐轩还给我，也不是很过分。我们东区破案率之所以这么高，就是因为我的手下都很能干，特别是唐轩，只有他才能镇得住那些小混混和无赖。再说了，石志阳宁愿将这份秘密文件寄给律师，也不交给唐轩。也就是说，他根本就不想让唐轩知道太多事。我接受啊。有些东西可有可无，留着也没用。我把你的车开过来了。胡 Sir，谢谢你。
我批准你放几天假，好好休息一下啊。不用，我明天就会上班。现在，我要去石之阳家里看看。唐轩，放手吧。你这次能没事，只是我运气好。如果再有下次，我真不一定会这么走运。是石之阳非不信邪，结果才会把命搭上。胡 Sir， 这次关乎一个警察的清白。如果你是这个警察，你希望我怎么做？所以我求你，别再劝我。Hello, Douglas, my old friend. I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. Because the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. And the visions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 within the sound of
先吃点东西吧。谢谢佳佳。我相信师哥，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是黑警。请问秦法官，杀警案里被告谋杀罪不成立，改判误杀，是不是代表法庭相信死者石志阳真的参与了违法活动？在本案里，法庭只负责判断被告有没有触犯谋杀罪，而不是判断死者有没有牵涉非法活动。任何关于死者身份的定性，都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调查，并且确认。媒体不应该有太多的揣测，或者发布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。请问秦法官，好港是不是能恢复以前的法治水平？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，因为好港的法治水准从来都没有降低过。秦法官，唐督察来了。唐督察，恭喜你了，把枪杀韩刚的凶手判了刑。恭喜我什么？石志阳告诉我，你是当年虎岩木棚区纵火案的一审检控官。20年前的事了。他还说，你随口就能说得出，这个案子发生在1978年。秦法官过目不忘的记忆力，法律界谁不知道？当年我阅读过这个案子。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1978年的案子，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，那是以前的事了。没错，当年这案子的一审我是看过，事隔这么多年，内容我早已经忘记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什么都没跟他说过？我是没什么要跟他说的。这个案子的真相，很有可能就是石志阳被杀、被陷害的真正原因。至于你怎么让杀石志阳的凶手同时承认杀死韩刚，当中的理由，可能只有你自己才知道。因为在法庭上证据充足。石志阳这条人命，背后还有木棚区104条人命。不管你怎么失忆，我希望你不要忘记当初你做法官的初心以及良知。為何是人就如烈火燒光每個空燈？我無餘力去追問，心別痕在身，沒隨意火吹身去，不知火燒翻我如一，埋沒對象更不樣。心眼被煙燻，隨鬥陣光與暗，察覺傷感，遮蓋是悲傷，被兩線責問，自誰斷情不見正義，而遺憾得仿似自問自答參不透暗，望着平靜人意，但我是理智，退到腳邊失於正注視。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殺不住，臨日命理空更詫異，漫長路建立好日子暗自，白望內心在淌血，但親不透視，望着平靜，但我是理智。退到腳邊失於正注視，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
如狂龍剎不住，落入壁里空空及殘。漫長路見亮好日子啱至，盼望內心再淌血。